我现在手里的呢是荣耀刚刚发布的荣耀 Magic 6至臻版以及全新的保时捷设计，我们一起来开箱看一下。先把机器放到一边，我们先看一下配件啊。有个手机壳，这里有一枚100瓦的黑色的充电插头 ，Type A 转 Type C 的数据线。1、2、3，当当啊！刚才有一点露出来了。是紫色的，紫色素皮。这个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保时捷设计本身的那个logo 的样式。然后依然是延续了 Magic 系列以往的那个设计元素，就是它的镜头两侧是类似于3D 曲面的玻璃，这个缝线这个位置呢是凸起的，也就是立体的这样一个设计。合理推测，可能是保时捷设计团队当时给荣耀几个不同的方案，其中一个被用在了至臻版上。我用这款呢，有一点点香芋冰淇淋的那种感觉啊，中间有玫瑰金色的金属线条勾勒。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保时捷设计啊，跟刚才那个盒子包装差不多啊。这里是一个 Type A 接口的100瓦充电插头 ，Type A 转 Type C 的数据线，这是一个保时捷专属定制的 SIM 卡针。保时捷设计的这个外观被我手机壳提前剧透了，它的外边呢是很细腻的皮革，然后中间呢这也有缝线，内部很小颗粒的这种绒线这种设计。六边形和这个镜头形成了一个呼应，对不对？这是一个66瓦的双 Type A 接口的车载充电器，1、2、3，当当。这是一个磨砂玻璃的，依然是六边形的设计，但是这个六边形呢，好像比以往的六边形要更扁一些，对不对？或者说更方正一些。对保时捷版本的补充啊，保时捷设计回归到了经典的六边形镜头模组啊，但不同的是，这次后盖并没有采用陶瓷，而是荣耀的聚酰玻璃。没用陶瓷，那肯定是因为重量啊。与荣耀的折叠屏保时捷相比，玻璃后盖质感要比此前的玻纤更加通透。后盖中央呢有一道微微凸起的棱线，将后盖光影从中一分为二，灵感来自于保时捷992引擎盖的线条。镜头呢采用保时捷经典的六边形设计，同时兼顾了荣耀曲面元素，两侧呢是金属拉丝工艺，这个设计也和折叠屏保时捷一脉相承。我目前还不知道至臻版和保时捷价格相差多少啊，但是我喜欢保时捷版本，要胜过至臻版更多，就是有一种重剑无锋的这种美感。今天视频的第二部分，我来快速说一下这两款机型的升级环节。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的大部分和 Magic 6 Pro 是保持相同的，3个部分得到了升级。第一个就是主镜头传感器升级了，拍摄视频宽容度会更高，像这种明暗对比很强的场景啊，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当中呢，也有更多的细节得到了还原。第二个升级，对焦速度得到了提升，采用大面积激光对焦系统，给大家看一下。好家伙，他们这个舞蹈简直是为对焦系统而生的呀！另外，除了人脸对焦，腿也可以快速的识别进行对焦啊。就我还测试了，如果你脸上恰好长了一个长号啊，也是可以精准的快速对焦的。不过在这里说明，因为 Magic 6系列原本它的对焦速度也不慢，所以说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呢，这个差别并不会很大。一些比较特殊的场景，比如说物体高速运动啊，或者拍娃呀、拍宠物啊、拍运动健将啊、体育比赛呀，这个时候才能体现出传感器和激光对焦的价值。第三个升级，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的正面屏幕从此前的聚酰玻璃升级到了现在的金刚聚酰玻璃啊！好家伙，这个名字听起来就硌得慌啊！相比于此前的聚酰玻璃呢，金刚聚酰它主要提升的在于抗刮擦的特性。第四个升级，保时捷版本独占最亮屏幕啊，就是手动屏幕亮度可以达到1000尼特啊，大家可以看一下4款机型亮度对比，其中你看到的这种最白的屏幕，它就代表着屏幕是最亮的。保时捷版本它的全局激发亮度达到了1800尼特啊，屏幕更亮呢，所能带来的就是更好的对比度以及更清晰的室外屏幕观感。这4个硬件设计加上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全新的外观升级，以及全新的更高的那个售价组合成了今天2款新机的升级环节。今天视频的第3部分，我来快速梳理一下 Magic 6系列4款机型它们的相同点和差异点。第一个，外观和手感。Magic 6系列哥4个美观度上来说呢，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保时捷设计啊，线条简洁，镜头融入，却有极强的辨识度。第二位呢，我会选择标准款的小6啊，镜头最小，它的干扰也是最少的。我把目前国产几大影像旗舰找来列队排好啊。今年主旋律呢依然是居中大圆。这个位置我想多说一句的是，影像堆料越狠，镜头模组一定会越大，这个是合理的。但是我认为需要一个平衡，如果你因为镜头太大而
而干扰了日常握持的手感，这就是得不偿失的了。另外，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最新的安卓旗舰阵营，你觉得哪个设计最好看呢？手感上，数字版 Magic 6是最出色的，边框更宽，正面微曲面玻璃几乎没有误触，而另外3款依然是3D 曲面玻璃啊，还是有误触存在的。重量上 ，Magic 6轻盈舒适，厚度上呢 ，Magic 6是8.17毫米，至臻版呢要比 Pro 略薄一些，这是我没想到的。所以综合重量、厚度、握持稳定性和防误触4个环节，我认为 Magic 6是表现最佳的。第二个差异环节呢？屏幕，刚才我们已经展示过了，就是保时捷版本它是全系最亮的。另外3款日常视觉观感其实差不多。今年 Magic 6系列呢增加了安卓首发的全天候显示屏，目前安卓世界也只有 Magic 系列和三星 S24 系列支持。之前我们评测里已经详细测试过了，它可以支持在最低1赫兹刷新率的前提下，也就是极低功耗的前提下全天候显示。对比了一下 iPhone 啊，全天显示屏的亮度呢还是要略弱一些，但是从功能上基本上和 iPhone 保持一致了，包括新消息隐藏和预览、点亮屏幕。看到了吗？刚才隐藏的消息立刻就出现了，包括即时活动的小卡片，属于紧跟 iOS 生态，就大家伙一起分蛋糕吃。Magic 6全系4款机型都支持全天候显示屏，这个呢就让标准版的竞争力大幅提升了。第3个差异化环节。解锁标准款 Magic 6跟另外哥仨相比呢，这个环节就要有劣势了啊。另外哥仨他们都是双镜头挖槽，而小六呢是单镜头挖孔。但是需要提醒大家，自拍的时候，4款机器其实都是单镜头成像，0.8倍到1倍的数码变焦，所以仅从前置自拍效果来看，其实差别不大。差别主要在于人脸解锁，前置双镜头的3款机型都支持3D 人脸识别，安全性更高，可以实现通过人脸支付。但是 Magic 6只支持平面的人脸识别啊，就是能用，但是不够安全。第4个需要注意的环节就是性能啊，这4款旗舰其实它都采用的是骁龙8 Gen 3旗舰芯片 ，Magic 6游戏性能其实也不弱啊。相比于 Pro 那哥仨呢，标准版因为机身更薄，散热没有另外3款好。日常游戏场景呢不太激烈的话，标准版可以胜任。大型游戏你如果长时间玩的话 ，Pro 哥仨肯定是散热更好的。第5个需要注意的环节是影像，主要的差别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视频动态范围啊。暗光环境下呢，因为 Pro 哥仨它们本身有 f1.4 到 f2.0 可变大光圈，所以暗光表现要比 Magic 6更好。望远能力上呢 ，Pro 哥仨因为长焦采用的是一个1.8亿像素的传感器，10倍变焦这种细节要比 Magic 6更加丰富。另外，荣耀它不是主打那个鹰眼高速拍照吗？今年这个鹰眼支持了在鹰眼模式下可以实现人像虚化拍照。在这个场景下，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得益于新的对焦系统和高动态传感器，表现是有明显提升的。大家注意啊，现在看到的这些样张曝光时间有3200分之1秒的，有1800分之1秒的。真的是在电光火石之间，普通相机传感器它来不及做多帧合成，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过曝，而至臻版或者保时捷版本，它的人物面部细节就会控制得更加自然。除了画质表现更出色，在开启背景虚化之后呢，至臻版也因为对焦更加精准，可以更好的识别主体并实现背景虚化。但是呢，我也需要说明啊，就是至臻版或者保时捷版本，它也有识别虚化不成功的时候，只是它不成功的概率是全系最低的。第6个需要注意的环节呢，就是卫星服务。标准版 Magic 6它没有卫星服务啊，另外哥仨呢都支持天通卫星。从我自己的这一系列体验来看呢，卫星服务其实对于商务用户的价值是更高的，它可以始终提供一个稳定可靠的和外界沟通的途径。最后一个值得关注的差异就是电池。Magic 6它的电池呢是5450毫安时，其实已经是一块非常大的电池了，但是还是要落后于 Pro 哥仨他们的5600毫安时更大电池啊。另外在这里我需要强调一下，就是 Magic 6它全系都支持无线充电，这一点我觉得很棒啊。Pro 哥仨呢是可以实现66瓦最快的无线充电，而数字版要慢一点，它是50瓦无线充电。我还特意拿到了我的理想 L7上啊，那配合下方本身有一个散热的风扇，日常开车的时候这个功能其实很实用。Magic 6是支持66瓦有线快充，另外哥仨是支持80瓦有线快充。总的来说，对于大部分用户啊，标准款 Magic 6是性价比最高的啊，在售价要比 Pro 低1800元的前提下，核心体验是几乎差不多的。我个人其实比较在意的呢，就是3D 人脸识别的缺失，但是数字版也有数字版的优势，就是手感，对不对？全系最轻薄，用起来就没有负担。至于最高端的是保时捷还是至臻，我目前还不知道这2款它的差价。如果2选1的话，我觉得还是要选保时捷。现在我还做不到说完全忽视保时捷设计所带来的这种号召力。我也不得不说，保时捷其实在国产手机厂商提升产品品牌影响力的这个过程中，其实是给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支撑，对不对？最重要的价值其实就在于破圈和品牌升级。好了，以上呢就是 Magic 6
至臻版和保时捷版本的开箱，以及全系功能差异点的梳理，希望能给大家在购买 Magic 6系列的过程中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我是周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